六目上卿和长老会的人，就说我出宫了，这王族就靠你了。陛下，滚！都给我滚！只要明天一早，长老们发现他的尸体，这个国家就该改朝换代了。八侍卫听令，行使使命。杀死陛下！现在国君有难，我们必须全力营救。属下回来之前，已经在四周打探了一番，发现有几位内力深厚之人，一直在陛下的身边。国君拥有私人侍卫团。这事一旦被长老会查明，就算他还活着，他也当不了这个国君了。这个国君是假的。将全九宫收押待审。最后问陛下一次，可认得这8人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们会把我当成你们的陛下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不知不觉的，真的把自己当成陛下了。我知道你们个个身怀绝技，而且非常善良。认识你们呀，我很开心。我原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，可你们却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。谢谢你们。我认得。你个昏君，纵容贪官，欺压百姓，我们就是来杀你的。你这个昏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不是要灭我们柳氏一门吗？今天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吧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既然事情清楚了，及时行刑。如果还可以选择的话，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做交换，即使交换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活下来，我也愿意。这胡爷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这8人现已伏法，7日之后方可安葬，否则他们将永不超生。我看还是将此8人交予陛下吧，这样可以彰显我国君的仁慈之心。这不是您提议的吗？您为何要这样做？我敬重真英雄，总不能让他们永不超生吧？毕竟，这只是我相族与王族之间的恩怨。他们之中有一个叫风的人，那又如何？他是风侯爷的儿子。侯爷，大获全胜。跪下！这几个就是蛮夷的小头目，听候侯爷发落。有本事
我们单挑，一起上吧。以将军之礼厚葬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我还要回宫。他从来。我们罢黜陛下，立黑上太人为国君。当年先祖们打败了蛮夷各部落，理应由功劳最大的黑上一族担任国君。可是他私下招募死士，违背了盟约，所以才屈尊为相。你我都知道，那8个人就是陛下招募的死士，而你却只杀了那8个人，依然拥戴他为国君，你就不怕6部官员说长老们处事不公吗？本来也无可厚非，只是他戾气太重，没资格。封侯武功盖世，胡人已将刘城及周边小城拱手让出。料想胡人再也不敢来进犯了吧？只是一场小胜而已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江山虽美，却难以企及啊！你们都退下，是一个故人。是。你不在京城平衡大局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莫非你们长老会怀疑本侯要谋反不成？京城之天已变，连我长老会都已被染指，局势早已不是我能平衡的了。不可一世的长老会也会有哑火的一天。
来世再见。大人，封侯即将。师傅，你醒了。天命行事，一切就依大长老之意。下官依大长老之意。既然吕大人和吴大人都没意见了，我看还有谁？醒了，太好了，他们全都醒了，醒了。相国好威风啊！封侯，没有长老会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长老会境地。这规矩你不是不知道。本侯已平定外乱，麾下10万精兵即将抵达王城之外。长老会奈我何？我将族虽不及王族显贵，却是王族之后。若要废旧立新，
再怎么轮，也轮不到你项族。长老会自古就是平衡王族与相族的权力更迭，这是祖上的遗训。既然长老会已然决定，封侯爷你可不能放肆！长老会决定之事，岂是你说改就能改的？你这是亵渎大典，忤逆天意。此乃王族先祖传下来的权威信，空洞杖，任何奸佞之徒皆可惩处。如果是问心无愧的人，此物对他毫无作用。我虽远在边疆，但你所做之事，我了如指掌。让这样一个毛头小子登上了大长老的位子，怕是难以服众吧？难道你就不怕有些事见了光，遭到外敌觊觎，战事再起吗？封侯虽是王族之后，但要谋权执政，也要等我们6部官员细细商议才是。还有谁有异议？还有谁？封侯爷英明神武，请立刻上香继承大统。本侯是不会登基为君的，但有一人完全可以胜。不知是哪一位王子？你让一个外人继承皇位，你这是亵渎先祖！刚才救我们的那个人，究竟是什么来头？功力竟然如此高深莫测。对啊，刚才我们就像做梦一样，梦醒的时候，有一道光照在我身上。他就是封侯爷。封侯爷，我迷迷糊糊中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威震天下的气质，哎，像极了陛下。难道他也是王族？封侯爷是王族的远亲，他掌握兵权，驻守边疆，听说还是一个绝世高手，能以一敌百。只要来犯的蛮夷听到他的名字，便会闻风丧胆。可他为什么要带走风啊？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我了。风和封侯爷的气质非常的像，都是风一样的男子。说不准他们2个还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我的亲生骨肉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若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又怎会将封家的独门刀法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你呢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既然封侯爷不同意长老会的决定，那老夫也不强求了。我看，还是让陛下继续做他的国君吧。长老会已经罢黜了旧王，当然应该另立新君了。事出突然，长老会要商议之后再做决定。本侯就给你3天时间。你就以这副脸色对待你的父亲吗？陛下柴新仁厚，是国君的不二人选，你不要强人所难。他根本就不是国君。
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。王族并非封侯所说。都别再争了。是，我是一介草民，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。我知道，我根本就不配做国君。有幸认识你们，是我最大的收获。风，你能行的。陛下，风出身贵族，有勇有谋，一定能做一个好国君。我是不会做国君的。事已至此，你没有选择，否则内乱加外患，一旦战事发生，将会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那8个人都已经复活了。什么？对于谁来继承国君的位置，他们的意见很不统一。叫燕绝和罗焕仔细盯着。是。等一下，叫应手过来。大人，全大人来了。我相族与王族，尽管尔虞我诈，可多年来，我们谨遵先祖定下的盟约，从未让百姓遭难。可他封侯爷，不仅颠覆祖上盟约，甚至发动战争，百姓遭殃啊，生灵涂炭。先祖们是不会瞑目的。那依您所见呢？先祖定下的盟约，绝不允许任何人践踏。他封侯爷，现在就是你与我的共同敌人。我已上请长老会，不再追究王族私下招募死士的事情。我还想请你号令8侍卫与我合作，暗中解决这次危机。啊，相国太看得起在下了。我现在是戴罪之身，何德何能，还能让8侍卫再听命于我呢？大人。
我选择陛下。好，不枉先王待你如亲兄弟。除了牺牲风，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他们是何其聪明的人啊！我们只能险中取胜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我跟你说一些风小时候的故事。陛下，长老会已经宽恕了58侍卫，现在我和柳统领已经官复原职了。我想回去。回哪儿？回去种田啊！我的小芳还等着我呢。陛下，我刚刚见过全九公，他说只有你才能平衡宫中的各种势力。我什么也不懂，我真的力不从心呀。全九公有一个周密的计划。这件事情一定跟黑上太人脱不了干系。谋权篡位，竟敢对国君下毒手，实在是太可恨了。黑上太人现在处于劣势，要不咱们现在联手除了他。走。等等，全九公让我转告大家，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封侯，现在我们要与黑上太人联手，等陛下的王位坐稳了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这是几个意思啊？陛下的国君之位，比任何私人恩怨重要多了。老奸巨猾的黑上太人诡计多端，说不定他现在又想着什么坏主意呢。多谢大人不计前嫌。哼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灭族之恨，可曾记得？在下时刻不忘。好，现在就是你复仇的好机会。你可知，灭你全族的不仅仅只有国君，还有封侯爷。云侍卫，有件事情需要你的配合。
小轩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小轩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黑上太人的女儿吗？是。可我也是王后。别理他，指不定他使什么坏心眼呢。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个长老会的定玄是黑上太人的学生，跟花哲是青梅竹马。哎，说不定，他们两个还会有什么故事呢？那他现在何处？这我就不知道，估计躲在哪个角落里不敢出来了。一定要找到他。侯爷10万精兵现在何处？九公，烽火的10万大军他们来不了了。来不了了？对，现在边关敌军压境，10万大军已经返回抗敌。靠谱，这上天都在帮我呀！大人，既然10万大军远在千里，我们可集合各个高手，一起拿下封侯。封侯，他的武功高不可测，就算集合王城所有的高手，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。再等等小轩吧。小轩是谁呀？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快看，这就是你。啊，猪头！我不是猪头，你才是猪头。这就是我儿时唯一美好的回忆。我现在还记得她笑靥如花的样子。我生怕有一天，连这一段回忆也不见了。其实，我也有一段儿时的回忆，跟你的。二位好雅兴啊！云兄，云兄，可否向你打听一件事？请讲。云兄对王后花之娥了解多少？花之娥并非黑上太人的亲生女儿，听说她的小名叫小轩。她真的是小轩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他？不要因为儿女情长而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朝中百官一致同意封公子继任国君。长老会已选定明日举行继任大典。明日，恭喜侯爷！大军未到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帮我办这件事情吧。是。你这个骗子，你为什么要骗风？我什么时候骗他了？你跟风说的那个小轩，就是我。这就是全九公的计划。你真的有把握吗？全九公还叮嘱我们，千万不要露出破绽。这是我们八侍卫的使命。八侍卫，八侍卫不过是全九公的棋子而已。你休在这里妖言惑众。早晚有一天呢，你会知道真相。不过，说不定那时你已经变成了权力的牺牲品。他们要谋害风，我要赶紧去告诉他。竟敢谋害新任国君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？小轩，不要拘束。
命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你这是在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封当国君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只效忠王族。你们想怎么对付他？已经来不及了。别喝，这酒有毒。侯爷，凤哥有危险。童年的记忆，我也只有那一段，就是和一个叫风的男孩子。我才是小轩，他是在骗你，他们所有人都在骗你。酒已经喝下了，谁才是小轩？重要吗？你别废话，赶紧把解药交出来。此毒产自深海，制毒的人都没有解药，更何况我一个弱女子。卑鄙！小轩，冷静点。不过我也听说了，此海红花之毒为武功高强之人倾尽所有内力，方能解毒。你，小轩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小轩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再看你一眼。大人，风已经喝下了毒酒。闪，你快来帮忙啊！我是来杀你们的。大人，属下与云统领、柳统领已经把宫中各自的部下全部撤走。这次事件，外人绝不知道，请大人即刻行事。不急，这好戏呀，才刚刚开场，这要是掺和进去，那岂不是可惜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知道该用内力将毒压制，为什么还要用蛊？他是为了救我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至少可以留住一段美好的回忆，一切都值得。你明明知道酒里有毒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，是不是？能再次遇到你，
行了，别说话了。爹，你这样做，真的就不要再讲话了。爹，不要因为我破坏这个计划。天下管我叫爹的人，只有你一个，我也应该尽下为人父的责任了。小轩，小轩，风儿，你听着，花之娥并不是真正的小轩，她早已在御花园备好了毒酒，镇定点。周围有很多黑上太人的眼线，否则为父也不会耗费功力与你千里传音。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你喝下毒酒，然后逼我耗费内力来救你。我们要将计就计，毒酒你还得喝，但要用你的内力封住全身的血脉，不让剧毒扩散。到时，为父只用1成功力，就能将你体内的毒逼出。记住，不可使用内力，否则剧毒攻心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本来我已经用内力控制住了毒酒，可是没想到二长老杀出，要置鹰于死地。为了救鹰，才导致今天的局面。是我太冲动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王宫里到处都是他人的耳目，走漏任何一点风声，都会前功尽弃。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全九宫故意让鹰出手的吧？是的，封侯不但武功盖世，而且足智多谋。如果我们不下这一步棋的话，
怎么能将你们这些叛贼彻底铲除呢？不是这样的，风，你相信我。云，你为了王族，我们只能这样。我没猜错的话，黑上太人风儿，我走不动了。这是能调动全国兵马的神器，你赶紧去调兵前来。不用找了。草民早就知道，封侯身上的空洞杖能够调动宫中所有的事物，所以今天一早，草民已经将他们全部调出宫外。做得非常精密，本侯已经武功尽废，现在远远不是你们的对手。我只希望你们能放过我的风儿，他是无辜的，你们谁都不能伤害我爹。那就得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风儿，
这么晚才来呀？这种结局不是挺好的吗？要是你按时赴约的话，就不会……住口！你暗地联手全九宫，私下招募死士，已经违背了祖上的契约。更没有让我想到的是，你竟然指使80位谋害封侯。将族的10万大军不会放过你的。为了让百姓避免战火，我只有提着你们几个的人头，向长老会请罪，向将族的10万将士请罪。你出尔反尔！我是将族的继承人，我没有参与谋害陛下。大人，我一向都是按你的指令办事的。你们2个知道的太多了。你会遭天谴的！你动手！等等，都怪我太天真，轻信妄言。死就死吧，不过在临死之前，我只想听你一句真话：我们王族的人为什么都英年早逝？问得好。我先问你，这个天下是我们4族人打下来的，凭什么你们世世代代为王，我们世世代代为相？我们相族的功劳最大，这个天下本来就该是我们相族的。祖上盟约曾说过，你我2族不能相杀，但借助外族之手，与本相何干呢？你，果然是你！是你害了我们王族，是你！我们柳氏一门真的是被王族和将族所害吗？说到你柳家，那是老夫借国君之手所为，怪就只能怪你父亲不识时务。动手！怎么还不动手？动手？没有想到吧？我们80位不是8个人，是一个组织。在下也是当中的一员。你起来吧。这为什么你们的计划一点破绽都没有？想要引出你这样的老狐狸，当然要假戏真做了，包括10万大军故意折回之事。你也不想想，天下还有第2个人能调动我将族的兵马吗？你卑鄙无耻！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这样又能奈我何？你们狼狈为奸，诬陷我相族，长老会和6部是不会放过尔等的。哼，都出来吧。黑上太人，你刚才所说的话，我们长老会的人都已经听到，我们6部官员也都听到了。父亲，侯爷，花之娥已经招认，
黑上太人与定玄确实私下勾结，企图控制长老会。花之娥身为王后，竟与定玄私通，更是罪上加罪。对不起，父亲，我这么做。你们都背叛我，全都背叛我！黑上太人，你违背了祖上的盟约，接受惩罚吧。封侯，你应该多住些时日才对啊。我也想啊，长老会的人一直在催促我返城。那是因为长老会的人觉得侯爷的气场太大了。不知封侯爷的身体恢复的如何啊？功力大不如前了，还好将内力传送给了风儿，也算没有便宜了别人。侯爷所言极是啊。不过在下有一事不明啊，封侯爷远在边疆，为何对王城之事这么了如指掌呢？在下实在是佩服啊。这还要归功于大长老辉夜呀。辉夜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担心仙逝之后，黑上太人会更加肆无忌惮，而二长老定玄一旦坐稳了大长老的位置，一定会听从黑上太人的吩咐。大长老早已知道国君是假的，而为了保全王族最后的血脉，才叫我入王城，铲除奸佞。大长老真是神机妙算。封侯，下官送你出宫吧。哼，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。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计划，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？应，你做事太任性，如果告诉你，会露出破绽。可是我早点知道，封侯爷就不会用全部内力救封了。黑上太人诡计多端，如果不假戏真做的话，很难让他相信。哼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就像个傻瓜一样，最后才知道。王宫四处都是黑上太人的耳目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计划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也是在喝毒酒之前，得到了我爹的千里传音才明白的。我和秋、闪、红也是在动手之前才知道计划的。哼，反正我就是生你们的气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既然危机已经解除了，啊，你们应该说说之后有什么打算。秋兄、闪兄已经和我商量好了，我们决定继续留在您身边，保护你。对，好，就留在我身边。我和风决定要去边疆和封侯爷一起抗敌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也要一起去。怎么哪儿都少不了你这个跟屁虫啊！哎，我这也是为国出力，好吧？我不许你去，就去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红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九公他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决定留在九公身边报恩。军上。时机到了。